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是今年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但是介绍他很简单，只需要3个字儿，叫 “gay”。我们掌声有请韩宇。嗨，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韩宇，你们好。谢谢大家。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第一轮录制结束以后，其实节目组跟我说需要回我的甘孜藏区老家拍一些镜头，很开心，我们一起去了6个人，就我高原反应了，丢脸，一个高原孩子有高原反应，就好像鱼怕水，鸟恐高，屈原不会被离骚。好不容易把他们带到我家乡辽阔的草原上，他们说的话我真的听不懂。原话看着我，还有这样：去跟那个牛说说话。我一过去，家乡的牛就冲过来撞我，从甘孜牛变成广东牛，顶我的肺。他们看不懂这一切，还说呢，好神奇啊！你刚刚跟他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他能冲过来撞我啊？我说嘛，把你带到潮汕去。还是我表哥在旁边狠狠安慰人。表哥看着我说：“哎，你这么想，幸好牛是冲过来撞了，幸好是撞了，他可能是看见红了，也许，只是也许啊。”我很感谢我表哥，他就是一个这么会安慰人的人，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及时行乐的人，非常洒脱。他每个月工资不高，但每个月把工资发下来，他会固定的做几件事情：疯狂的买新衣服，疯狂的去电竞酒店上网，疯狂的吃夜宵。他把这些行为统称为爱自己。我说你这个也就叫喜欢自己，因为爱是克制。他说。那我最喜欢淘宝闪购，因为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他喜欢淘宝闪购的优惠，我喜欢淘宝闪购的商务。不喜欢他这个行为，因为他现在爱自己爱的有点太过了，爱的有点过。他经常借我的钱爱自己，以我的名字呼唤爱。我说你借我的钱爱自己也算爱吗？他就会立刻变成一个天津人，这就是爱。但我发现确实，如果你像他一样时时刻刻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很多生活中的事情你就是可以解决。真的，之前跟他一块打车，碰到一个司机阴阳怪气，打个电话过来说：“哎，我现在开车过来接你，太堵了啊，你自己走过来吧，3、5个路口。”3、5个路口不知道怎么办。我表哥抢过电话，感觉他认识那个司机。我是不是跟你说了，我今天很累，加班3个小时，知不知道？然后就用一种带着撒娇但是又命令的语气跟那个司机说：“快点过来接我。”司机就过来了，好一招亲密爱人。我都怕那个司机开车过来接我们，第一句话不是手机尾号，而是对不起宝贝，来晚了。没边界感，这就是他。说话他是不分场合的。之前我也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些我很羡慕的那种幽默感。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因为学意外去世了，死掉了，很难过。当时约了几个朋友一块儿聊聊天，分分心。我表哥给我打电话说他也要来，提前嘱咐害怕。我说今天有特殊情况好不好？求你了，拜托，就今天注意分寸好不好？就今天注意分寸。他说你放心吧，没有问题。推开门，第一句话：“我听说今天有人死了。”但那一刻，房间里的人跟大家一样都笑了。他就是这样，说话很直，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害怕。他现在的具体工作其实是在我签约的俱乐部做场务。很多你们熟悉的脱口秀演员在出名之前都去我们那演过，都害怕他。因为他有一次直接看这个演员跟他说：“哥们儿，你这个专场就不要出来骗钱了吧。”
演员还没红呢，脸就绿了。说咱们这 report 是当面发吗？他现在也进步了，已经学会阴阳了。但凡有一个外地演员在我们俱乐部演差了，他就会在那儿喊，他说：“哎呦，咱们这个剧场安检是真严格哈，炸的东西一个带不进来。”因为我表哥喜欢说唱，追求这种 real 的感觉。他每天在剧场检完票就开始写他的蹩脚韵脚，过来给我展示，说：“哎，哟，弟弟，你能不能不要再叫那个人演员老师？在我看来，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圈钱小资，他的喜剧技巧也就骗骗他的粉丝。怎么样？”我说：“我感觉你的拼音就学到了滋呲呲。”羡慕他，羡慕他只说真话，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没有让他变得圆滑，对吧？这个社会我觉得需要很多个表哥，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成为表哥。我在想，要是表哥可以随身携带就好了，对吧？他太适合用来戳破我们社交场景里面任何的那种虚假泡沫了，对吧？你跟那种半熟不熟的朋友吃完饭，他跟你说：“哎呦，那咱们下次再约。”你直接偷出表哥，表哥看跟你吃一顿饭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就在旁边，哎，话也不是这么说，多好，既当了你的嘴替，又衬托了你的高情商。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表哥可以这样说话？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表哥的名字，静脉多吉，翻译过来，无所畏惧的金刚。哎，我就做不到。我现在有那种做自己的困境。我觉得有些场合就需要说场面话，那我就不能做自己。但我表哥不说场面话，每天睁眼就做自己，每天早上一觉睡醒，当金刚去喽。所以这趟来上海录制节目之前，我跟他聊了一天，我问他，我说我怎么可以才像你一样真正的做自己？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那天发现，原来11岁的我早就在 QQ 空间发表了同样的话。圈子不同，不用硬融。谢谢大家，讲完了，拜拜。谢谢韩宇。喜欢韩宇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躲票。谢谢韩宇。这回咱先问问黄渤老师吧，这韩宇这个一轮又一轮走到半决赛了。能这么直截了当啊，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但是其实，人经历过种种，或者说人生走过半生，就知道想那么直接其实不是太容易。就比如说坐在这个舞台上，对，都想表哥一下。我就也认识好多藏区的朋友，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诧异大家的那个聊天，他省略了好多的形容词，他直接直表胸臆的直接给你最后的结果。一开始其实我第一次我说了，第一次韩宇上台的时候，我是担心的，因为他跟在2个很强的选手后边。然后后来第2次他夯实了，你觉得他的实力汹涌跌落呀等等的。这次又是把一个特别轻松的主题，以一个这样轻松的方式，就这么轻松的扔出来了。我相信这个大家看了以后会有同样的感受。希望你不要老被牛撞。我特别期待韩宇，但韩宇你没有我想象的高。我看节目就觉得你是个非常高大的人，我不说你矮的意思。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评价，不好意思。平原重力大，真是。我跟你说，我在看我们那个喜单首席上线的时候，那天我真带着我爸在美国自驾，我就是放着声音在听嘛，然后听到你讲给黑黑那段的时候，我就下了高速找了一个地方停下来，然后看完了整一篇，因为我觉得太精彩了，太热血沸腾了，然后太有那种辽阔的画面感，就觉得你讲脱口秀的像带了一个外挂，那个外挂就是描绘出的整个你自己的世界，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就是创造场景能力的脱口秀演员。今天听到你的这个讲述，我也会觉得你的表哥就活灵活现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叫啥？静脉多吉。静脉多吉。韩宇表哥。我觉得静脉多吉特别适合坐在我们这里，我都很想听他坐在这里来点评一下。他早就想坐在这里了。我期待静脉多吉对节目的 reaction。对，请他专门写个 report。好。
之前看过那个给黑黑很火，我知道，然后在网上传播的也很火，我就觉得不像那种新人那种有拘谨或者怎么样，能感受到他身上就有那种川藏男人那边那种洒脱的那种就融入了他的表演里面，感觉是一气呵成的，能感受到他那种洒脱。我看了真人秀里面那个你们回家的那个片段，然后你的2个朋友左右夹击在攻击你，在那数落你，就是感觉你很弱小很无助。然后他们就是那种很就是像你表哥那样的人，对。然后但是能明显的感觉到你是到了大城市之后，你其实自己会磨掉很多棱角，或者是你的心绪变得更内耗了一些的感觉吧。对，是有一点。我觉得他很有意思，我就把表哥分享给大家。然后也是因为半决赛嘛，然后前面3轮我一直在讲家乡的一些东西，我就觉得到了半决赛也要跳出这个藏区这个身份，然后说一些其他的，挑战一下自己。但是还是让我们能感受到你的脱口秀会是一个窗口，让我们去看到那个美好的地方。谢谢。就是我听您这节目，包括头里王悦那节目，其实都有一种对自由的向往。我们一直心里都会有这种自由的一个向往，也想自己稍微能做一下自己，不用太去想别人。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都是说，你得考虑别人，你得换位思考，你得站在别人角度怎么样，就是内心也会有这种真实的渴望。您对表哥其实是您挺希望他能够带给更多人这种想法的，是吗？对，我表哥他特别爱自己，天天就买衣服，吃夜宵，天天就爱自己。他现在带着我们俱乐部的所有人一块爱自己。听起来可能很快就没有这个俱乐部了。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挺好。好的，谢谢海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海宇来到我们身边。我就是含蓄、胆小、社恐、怯懦，表哥就是热烈、大方、莽撞、热情、横冲直撞那种感觉。表哥的边界感都在我这儿，不好意思。他作为一个30岁的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他完全不考虑后路，就每天开开心心的生活。他就经常说这句话：“你焦虑啥呀？你看我就从不焦虑。”做我一天只干2件事情：练帅工作 ，Let's go。他的口头禅是用标准的四川方言说帅，一定要歪头，帅，买彩票中了，帅，吃到一顿好吃的夜宵，帅，弟弟晋级了，帅，打游戏是帅，这韵脚太帅了，嘿嘿，帅。他肯定希望我越走越高。我有一个祝福啊，就给到我弟，想了来时路，想回高原重新来过，就算6年再长，也不会把高原雄鹰埋没。但是他也说过，要是走太高的话，家里就剩我一个废物了。我表哥幽不幽默？